部门发补贴，我成了全公司的笑柄。作为公认的价格大神，我一年主导24个核心项目，补贴却只有2400块，平均一个项目100块。而我们那位从不写代码的总监却拿了120万，我笑了，在部门大会上当众宣布：从今天起，我不卷了，我要当咸鱼，准点下班。总监听完脸都绿了。第二天，一个身份通天的客户点名要我修补核心系统，他彻底慌了。部门年度总结大会上，总监陈建文站在投影幕布前，肥硕的身体被西装紧紧包裹，正唾沫横飞地讲述着部门今年的辉煌成就。同志们，在公司领导的英明指导下，在我们技术部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们部门今年的业务量再创新高。投影幕布上的 PPT 翻到下一页，一串惊人的数字刺入每个人的眼睛。全年重点项目50余个，核心系统上线26个，其中有24个写着我的名字顾墨。台下响起一片稀稀拉拉的掌声，更多的是窃窃私语。陈建文很享受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他清了清嗓子，话锋一转：业务上去了，大家的辛苦，公司和部门都看在眼里。下面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到了，我们将发放本年度的绩效补贴。为了体现公平、公正、公开，我们请财务小李当众宣读。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女孩站了起来，手里拿着一张薄薄的打印纸。陈建文不经意地补充了一句：从高到低年。全场的空气瞬间凝固了，这哪里是表彰，这分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公开处刑。财务小李的声音有些发颤：陈建文，总监，综合贡献分98，年度补贴120万元。这个数字像一颗重磅炸弹，短暂的死寂后是雷鸣般的掌声。那些屏幕里围着陈建文站的亲戚们在鼓掌，脸上堆满了虚伪到隐私的笑容，仿佛那120万他们也能分一杯羹。陈建文矜持地摆了摆手，一个从不上线写代码，连 bug 都要叫下属来擦屁股的总监，拿了120万，多么又多么现实。禽兽，副总监，综合贡献分85，年度补贴45万元。禽兽是陈建文的头号心腹，他站起来朝四周拱了拱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接下来面带的几个都是陈建文圈子里的人，没有一个低于20万。他们瓜分了部门最大的一块蛋糕，吃得满嘴流油。我的内心一片冰冷，大概已经猜到了结局。财务小李顿了顿，目光下意识地避开了我的方向，声音低得像蚊子：顾墨，高级工程师，全年主导核心项目24个，补贴。小李，大声点，让顾工也高兴高兴。补贴2400元。全场瞬间死寂，所有人的目光整齐划一地聚焦在我身上。坐在我身旁的校招员工铃木，一张小脸气得蹭的一下就要站起来，手腕却被我死死按住。我摇了摇头，示意他坐下。在这种场合，任何争辩都只会让我显得更像一个跳梁小丑。陈建文假惺惺地拿起话筒，开始了他那套冠冕堂皇的说辞。大家不要误会，我们部门的补贴方案是经过部门管理层集体研究决定的。这个方案主要看的是综合贡献，不能只看代码量吗？顾墨工程师技术是好的，这一点我们所有人都承认。但是呢，在团队协作、部门建设、人际交往这些方面，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不善交际，团队贡献分低。多么可笑的理由！我忍不住笑了。在死寂的会议室里，我的笑声显得格外突兀。顾墨，你笑什么？对部门的决定有意见吗？陈总，感谢部门多年来的栽培。从今天起，我顾墨不卷了，我要当个咸鱼，准点下班，享受生活。说完，我拿起自己的笔记本，径直走向大门。陈建文的脸色从铁青到涨红，最后变成了猪肝一样的这样子。会议在极致的尴尬和震惊中无声地结束了。下午6点整，下班铃声刚刚响起，我就关上电脑，走向打卡机。部门里所有人都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我。在沙雕科技技术部，准点下班这4个字约等于天方夜谭。陈建文的办公室门开着，他的目光里充满警告、威胁和压抑不住的怒火，我仿佛没有看见，从容地按下打卡机指纹，扬长而去。刚走进电梯，手机就开始疯狂震动。我点开技术部精英群，里面已经炸开了锅。所有人，某些人啊，拿了点补贴，心里不平衡，就开始闹情绪了，真是玻璃心，一点大局观都没有。就是陈总解释得多清楚，综合贡献分嘛，自己不合群怪谁？一年到头就知道写代码，跟个木头一样，部门的活动从来不参加，这种人团队分能高吗？拿2400都嫌多，要我说，就该1分钱不给。我看着这些跳梁小丑的表演，觉得有点想笑。铃木的私聊消息弹了出来，一连串的感叹号表达着他的愤怒。顾老师，他们太过分了，简直就是一群强盗，您别生气，我去跟他们理论。不用，看戏就好。发完这几个字，我关掉手机，世界瞬间清静。另一边，陈建文的办公室里，他正在大发雷霆，把所有能问候的词都用在我身上。不识抬举，离了谁，地球都照样转。我倒要看看，没了他顾墨，技术部是不是就要关门了？接着他拿起电话，把最信任的心腹禽兽叫到办公室，用一种委以重任的口吻，让他接手我原本维护的核心系统。禽兽拍着胸脯，满口答应，嘴上说着陈总您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心里却在直打鼓，因为他知道今天晚上要上线的一个重要功能，
涉及底层数据库架构改动，整个部门除了我，没人敢碰。回到家，我给自己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同时打开投影仪，找了一部早就想看却一直没有时间看的科幻电影。晚上10点，我躺在柔软的大床上，进入梦乡，睡得正沉。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猛地将我惊醒，是床头的座机，而这个号码只有公司总机和部门才知道。而我直接拔掉了电话线，整个世界再次回归寂静。我翻了个身，继续睡觉。与此同时，公司的作战室里早已乱成了一锅粥。快回滚代码，查看日志，重启服务。禽兽的声音已经完全变了调，带着掩饰不住的恐慌。监控屏幕上，系统报错正在疯狂滚动，用户投诉量直线飙升，刺耳的报警声像一记记重锤，敲在作战室里每一个人的心上。他们捅娄子了。运维老李是个经验丰富的老员工，他急得直跺脚。陈总，这样下去不行，核心库要崩了。这个数据一致性的问题太刁钻，只有故宫能处理。陈建文咬了咬牙，他知道今天这个电话他非打不可，于是掏出手机，手指颤抖地找到了我的号码，拨了出去。对不起，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关机？他居然敢关机！废物，一群废物！陈建文暴跳如雷，对着禽兽破口大骂。最终没有办法，他只能紧急启动应急预案，把全公司的技术工程师都从被窝里薅了起来，进行紧急会议抢救。几人连夜赶到，结果一看到这个烂摊子，也是直摇头。最后，所有人合力折腾了大半夜，总算是把系统恢复了过来。第二天8点半，我不紧不慢地踱进办公室，部门里一片狼藉，产品经理和运营争吵声、抱怨声、甩锅声混成一团。我对此充耳不闻，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谁知刚坐下，门就被人猛地踹开了。顾墨，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接电话？为什么关机？你眼里还有没有集体？还有没有部门的死活？陈总，我昨天下午5点准时打卡下班了，按照规定，下班之后属于我的非工作时间，我是自由的。至于电话，我的手机没电了，座机可能线路故障，这都很正常。再说，我的补贴2400块钱一年，一个项目100块，为您提供24小时全天候待命服务。陈总，您觉得这合适吗？好你个顾墨，你给我等着，我要上报公司，扣你工资，扣你奖金。随便，反正本来也没多少。说完我不再看他，打开电脑，开始看起了技术博客。陈建文站在原地，胸口剧烈起伏，最后转身摔门而去。这次事故虽然最后有惊无险，却在内部造成了较大的舆论影响。公司的论坛上出现了一个匿名帖子，标题是技术部年度笑话，一个项目只值100块的架构大神。帖子详细描述了年度大会上2400块补贴和120万补贴的对比，以及当晚系统差点崩溃，全公司工程师被迫熬夜救火的经过。帖子写得幽默又辛辣，最后还附上了一张陈建文在大会上唾沫横飞的照片。短短1个小时，帖子的阅读量就破了5000，回复数超过了300条，几乎全公司的人都刷到了。下面的评论更是精彩纷呈。哈哈哈，笑死！一个项目100块，这是按行数算钱吗？一行代码1毛钱，哪个部门的？当然是技术部了，听说那位大神还是顶梁柱嘞，24个核心项目啊，这是把牛当驴使，最后给驴吃的是草。内幕消息，那位总监从来不写代码，连 PPT 都是下属代劳的。最骚操作的是还要从高到低念补贴名单，公开处刑，结果人家直接躺平不玩了，这波反杀漂亮啊！陈建文坐在办公室里刷手机，脸色越来越难看。他没想到这件事居然会闹到公司论坛上，而且舆论几乎是一边倒的嘲讽他。他立刻把禽兽叫了进来，把手机摔在他面前。看看你干的好事，这帖子是怎么回事？马上去找论坛管理员，给我删了，查 IP， 我倒要看看是谁在背后捅刀子。陈总，论坛是公司综合部管的，我们没有权限删帖，而且这个发帖的人用的是代理 IP， 查不到啊。废物，那就去给我重新发帖，组织人手，在下面给我刷好评，把风向扭过来，就说顾墨平时工作态度消极，不服从管理，这次补贴是根据综合贡献分评的，完全公平公正。好的，陈总，我马上去办。禽兽领命而去，立刻在部门的小群里召集人手。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论坛的帖子里涌现出了一批新的评论。不能只看代码量吧，团队贡献也很重要啊。顾墨平时独来独往，根本不参加团建，团队分低很正常。如果我是领导，我也会这样做。就是，陈总为了部门呕心沥血，拿120万怎么了？有本事你也当总监啊！支持陈总，技术部在陈总的带领下，业绩蒸蒸日上。那些眼红的人，先看看自己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然而这些评论太过生硬和刻意，反而激起了更多普通员工的逆反心理。新的反驳很快就跟了上来。哎呦，水军来了！团队贡献，一个不写代码的总监团队贡献分98，一个写了24个核心项目的大神团队贡献分不及格。这团队贡献分是看谁拍马屁拍得响吧？业绩蒸蒸日上，那昨天晚上全公司加班救火的是哪个部门啊？这蒸蒸日上的是事故率吧？别洗了，越洗越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场舆论战，陈建文完败，帖子不仅没有被删，反而因为双方的激烈交锋，热度越来越高。
最终被顶到了论坛的今日热帖第1名。技术部的内部矛盾以一种极其尴尬的方式暴露在了全公司面前。与此同时，我的闲鱼生活却过得异常滋润。有同事私下里来请教，我会耐心解答，但如果是禽兽那帮人派来试探的，我一概已不知道，忘了。你问别人把打发走。这天下午，我正在工位上悠闲地刷着技术论坛，铃木悄悄地凑了过来，脸上带着一丝莫名的兴奋。顾老师，您看了公司论坛的那个热帖了吗？现在全公司都在讨论咱们部门的事，陈建文的脸都丢尽了。看了，写得不错，文笔犀利，逻辑清晰。您知道是谁写的？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不过这种事有一就有二，陈建文如果还不收敛，后面有他受的。公司高层会管吗？陈建文能坐上这个位置，背后肯定有人，只要他没犯大的原则性错误，上面大概率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多敲打一下。毕竟在有些人眼里，部门的稳定比公平更重要。哎，真不公平。小林，记住一句话，职场上的公平不是靠别人施舍的，而是靠自己挣来的。要么你有不可替代的价值，要么你有掀桌子的能力，否则就只能是砧板上的肉。铃木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论坛风波持续了3-4天后，终于慢慢平息了下去。公司高层如我所料，没有任何动静，既没有对陈建文进行任何处分，也没有出面安抚一线员工。只是陈建文的脸色在这几天里始终是阴沉的，看我的眼神也愈发阴鸷，而我那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咸鱼模样更是让他如鲠在喉。然而陈建文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那个出了故障的系统是公司一个老客户沙雕物流的核心调度系统，长达4个小时的服务中断，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沙雕物流的老总在电话里把公司的销售总监骂了个狗血淋头，并直接放话，今年的续约合同要重新考虑。很快这个消息传到公司高层后， CEO 周董大为震怒，亲自打电话给陈建文，把他叫到办公室，足足骂了半个小时。陈建文，你给我解释清楚，一个核心系统上线为什么会出这么大的纰漏？应急预案是怎么做的？你知不知道沙雕物流是我们合作了10年的老客户，1年合同额几千万，要是因为这次事故丢了，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周董，您消气，这次是意外，绝对是意外。那个上线的功能我们做过充分测试的，谁知道上线的时候会突然出现那么刁钻的数据一致性问题？充分测试会出这种问题吗？我听说这个系统的核心架构一直是顾墨在维护，但这次上线却是禽兽负责的。顾墨人呢？顾墨他最近状态不太好，所以这次就没让他参与。状态不好，我看是被你气出毛病了吧？陈建文，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给我把沙雕物流安抚下来。如果丢了这家客户，不仅今年的年终奖1分都别想拿，你也别想在这个行业混下去了。陈建文再三保证会完美解决，之后便灰溜溜地从周董办公室出来，心里的怒火几乎要把他烧穿。为了挽回沙雕物流，陈建文不得不亲自带着禽兽和几个骨干去物流公司的总部登门道歉。王总，作为这次事故的补偿，我们愿意为沙雕物流提供一系列免费的技术支持，还请再给我们一次合作的机会。这个一系列具体包含什么范围？是涵盖我们现有全部系统的漏洞修复，还是仅限于事故相关的模块？如果技术支持再次引发新的系统故障，责任由谁来承担？是继续免费修，还是按合同赔偿？沙雕总监也是个懂行的，提出的问题一个比一个刁钻，陈建文等人被问得哑口无言。那几天，陈建文一行人可谓是吃尽了苦头。等他们灰头土脸的回到公司，已经是3天后了。而在这3天里，部门里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技术部除了核心系统外，还有10几个小系统。这些系统平时不显山不漏水，但也维持着公司运营的基本盘。以前这些系统的维护工作都是我顺手做的，但自从我闲鱼之后，这些系统的维护就落到了其他工程师头上。这天早上，实习生赵普照常打开工单系统后台，却发现系统登录不上了，整整折腾了2个小时，最终一筹莫展。后来他想起这个系统当初是我搭建的，于是小心翼翼地走到了我的工位前。顾老师，打扰一下，那个内部工单系统登不上了，我看了半天日志，没找到原因，您能帮我看一眼吗？闻言我看了他一眼，赵普是个老实孩子，平时不参与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对我也一直很尊敬。工单系统我很久没看过了，日志报的什么？报的是数据库连接池满超时，但我看了数据库连接数并不高，资源也充足，很奇怪。数据库连接池满不一定是数据库的问题，有可能是应用层有连接泄漏，或者是中间件的问题。你检查过中间件的配置和日志了吗？另外看看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的请求，比如大量重复、长时间挂起的。好的，谢谢顾老师。赵普如获至宝，赶紧跑回去按照我说的排查。半个小时后，他兴奋地跑回来。顾老师，查到了，有一个第三方接口回调的线程卡死了，一直没有释放连接，导致连接池被慢慢占满。我把那个线程 K 掉，重启了一下应用，系统就恢复了。太感谢您了。这一幕恰好被刚从物流公司回来的陈建文看在眼里，他意识到，虽然我表面上咸鱼了，但我在部门里的威望却一点都没有减少。而他自己，除了那套管理权术，在技术上根本就是个摆设，这让他感受到了一股危机感。于是他开始变本加厉地推行他的管理新政。
从今天起，所有人每天写详细的工作日报，每周5下午开全员周会，每个人都要上台汇报本周工作，并由我现场点评。不仅如此，他还恢复了已经废弃很久的代码走查制度。这些新政让部门里的气氛变得更加压抑，每天写日报占用了大量的工作时间，周会汇报变成了互相吹捧的闹剧，而代码走查更是成了打击异己的工具。几个技术不错的工程师因为和陈建文那帮人关系一般，被反复挑刺，项目进度严重滞后。一时间，部门里怨声载道。顾老师，您都不知道那个陈建文有多过分，他根本不懂技术，却拿着鸡毛当令箭，专门挑别人代码里的格式问题、注释问题，鸡蛋里挑骨头。老李的代码明明写得很好，他愣是说人家设计模式用错了，让重写，结果重写的代码还没原来的好，项目又延期了。呵呵，外行指导内行，不就这样吗？他不懂技术，就只能在这些细枝末节上找存在感。那怎么办啊？这样下去，大家都要被逼疯了。小林，你还是太年轻，你以为陈建文不知道这些新政会引起反感吗？他当然知道，但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要通过这种高压手段，让所有人都围着他转，建立起绝对的权威。至于项目做得好不好，客户满不满意，在他眼里远不如他的总监宝座重要。可是这样部门不就乱了吗？乱了才好，水浑了才好摸鱼。他陈建文摸的可不仅仅是鱼，是实打实的利益。只要上面还有人保他，只要不出大的乱子，他就能一直这么玩下去。铃木沉默了，他开始明白，职场远远比他想象的复杂。至于陈建文的那些闹剧，我只当看戏。这种压抑的氛围终于在2周后迎来了第一次总爆发。这天，公司又来了一个棘手的项目，陈建文紧急召集了全部门的技术骨干进行方案评审。几个资深工程师看着需求文档，一个个面露难色，眉头拧成了疙瘩。这个并发量太大了，现有的架构撑不住，得重构底层。是啊，数据一致性的要求也是个大难题，风险太高了。这种架构级别的项目，以前不都是故宫主导的吗？话音刚落，所有人的目光下意识地瞟向陈建文。陈建文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他当然知道这种项目只有我顾墨有超过90%的把握拿下，但他拉不下那个脸来求我，于是硬着头皮对禽兽说：“秦副总监，你经验丰富，这个项目你来牵头。”禽兽的脸刷的一下就白了，2条腿控制不住的开始发软，他连连摆手，声音都带着哭腔。不，陈总，我不行，我真不行。上次那个项目事故还没解决完呢，这个我可不敢碰。陈建文气得鼻子都歪了，指着禽兽骂了半天，但他死活不肯接。最后陈建文实在没办法，只能选择一个最窝囊的方案，外包给第三方公司。所有人都心知肚明，这所谓的外包方案不过是拖延时间，项目最后肯定会烂尾。果不其然，外包公司派来了一个所谓的资深团队进驻公司开发，结果做了1个月，连最基本的需求都没理清楚，交出来的东西漏洞百出，根本无法通过内部测试。项目日期一天天逼近，销售和运营部门天天来催，陈建文被逼得焦头烂额，只好去找外包公司的项目经理。你项目完不成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是你们的需求一直变，我们没法做，让我们继续做也行，那得加钱。闻言，陈建文气得七窍生烟，他没办法，只能把禽兽和几个骨干叫来，强行让他们接手这个烂摊子。陈总，这代码根本没法看，命名乱七八糟，逻辑一团浆糊，连最基本的注释都没有。这要在我们部门，这种代码都不配上桌。我不管，外包那边是指望不上了，这个项目必须按时上线，你们几个就算是加班加点，也得给我把它啃下来。如果规定日完不成就都给我收拾东西走人。禽兽等人有苦说不出，只能硬着头皮开始读那堆垃圾代码，结果越读越绝望，到处都是坑，改了一个漏洞，引出3个新漏洞。更糟糕的是，禽兽看不懂这个项目的核心功能，只能调用我以前写的，然后自己瞎改，结果导致核心功能彻底瘫痪。他战战兢兢地找到陈建文汇报：陈总，核心功能罢了，好像是调用了顾墨以前写的一个算法库，我看不懂那个库的代码。又是顾墨，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离了他就不会写代码了吗？陈建文在办公室里暴跳如雷，但他心里清楚，这次恐怕又要求我了。他深吸了几口气，然后走到了我办公室前。此时还有5分钟下班，我已经关掉了电脑，正悠哉地喝着茶。顾墨啊，还没走呢，有个事想请你帮忙。陈总，我还有4分36秒下班。就耽误你几分钟。那个外包项目的核心功能出了点问题，好像是调用了你以前写的一个什么算法库，禽兽他们搞不定，你看能不能帮忙看一下？那个算法库是3年前我为了给公司节省成本，花了1个月时间写的，后来成了部门很多项目的底层依赖。我记得当时我还写了一份详细的技术文档和使用手册，交给了当时的部门技术委员会。有文档？那禽兽他们怎么没看？这我就不知道了，可能文档在他们眼里不如直接改代码来得快吧。陈总，到点了，我下班了。说完，我准时打卡，扬长而去。陈建文站在原地，脸色铁青。回到办公室后，又把禽兽叫了过来，劈头盖脸一顿骂。顾墨说他当年写了文档，你们为什么不看？为什么不按照文档来？陈总，我们没找到那份文档啊，关于那个算法库的页面是空的。空的？怎么可能？禽兽不敢说的是，
当年负责技术委员会文档整理的人，正是陈建文的另一个亲信。那人觉得技术文档这种东西没什么用，又占服务器空间，于是在一次文档清理优化工作中，把一大批他认为过时的文档都给删了，其中就包括我写的那份。最终禽兽没有文档，又不敢来问我，那个外包项目的核心功能彻底卡死，而整个部门也陷入了一种末日降临前的恐慌。第3天，也就是项目交付的当天上午，销售总监、运营总监双双杀到他的办公室，拍着桌子要他把项目变出来。陈建文没有办法，只能再次拉下脸，在全部门人的注视下，再次走到我的办公室前。顾墨，这次我代表部门正式请求你出手帮忙，那个项目今天必须交付，否则公司要赔一大笔违约金，这个责任我们谁都担不起。我看着他，又看了看远处那些或期待、或担忧、或幸灾乐祸的眼神，铃木紧张地看着我，小手攥紧了衣角。陈总，我可以帮你这一次，但是我有3个条件。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第一，从今天开始，所有我参与过的核心项目，如果后续需要修改或维护，必须由我指定的工程师负责。任何未经我同意的擅自改动，如果出了问题，我一概不负责。可以。第二，那个外包项目的代码，从今天起由部门全盘接手，后续的开发、测试、上线全部由自己人负责，外包公司的人一个都不许再碰。可这合同的事我不管，那是你和法务的事。但如果继续让那帮人掺和，这项目就算神仙来了也就不活。呵，我答应你，我马上去和法务沟通，终止和外包公司的合作。第三，我需要一个干净的、不受干扰的工作环境，我不想听到任何外行指导内行的声音。这句话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抽在陈建文和禽兽那帮亲信的脸上。陈建文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但他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我答应你。那好，林默，叫上赵普，还有运维的老李，来我办公室开会，带上那堆史山代码和所有资料。是，顾老师。铃木的小脸上满是激动和崇拜，飞快地跑去叫人。接下来的24小时，我带着铃木、赵普、老李，把自己关在会议室里，对着那堆混乱的代码开始了一场庖丁解牛式的梳理。我花了3个小时，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和重构。铃木和赵普在我的指挥下，飞快地记录着我说的每一句话，整理成清晰的技术文档。而老李是10几年的老工程师，独自一人就完成了大部分。第2天上午10点，距离最终交付期限还有2个小时，会议室的门终于打开了。我双眼布满血丝，神情平静地走了出来。陈建文和几个高管早就等在门外，看到我出来，立刻围了上来。怎么样了？代码已经全部重构完毕，核心功能恢复，通过了所有的单元测试和集成测试，现在可以进行最后的打包和部署。陈建文如释重负，几乎要瘫软在地上。他看向我的眼神，第一次带上了一丝敬畏，还有一丝更深的忌惮。最终，项目在中午12点前成功交付，销售和运营部门喜出望外，客户那边也对最终交付的产品非常满意。从那天起，部门里的风向悄悄地开始变了。那些曾经跟着陈建文嘲讽我的人，在看我时，眼神里多了几分躲闪和不安，而那些真正想做技术的工程师，则开始有意无意地向我靠拢。后来，自从我不再写核心代码以后，部门的技术水平逐渐暴露。一些有点门路的客户打听到情况后，纷纷开始把项目挪到其他部门。技术部的项目第一次出现大量空缺，这个季度的奖金彻底泡汤。私下里的抱怨声开始此起彼伏，但这次他们抱怨的对象不再是我，而是陈建文和禽兽。顾老师，现在部门里好多人都在骂陈总，说他外行指导内行，把技术部搞得乌烟瘴气，害大家连奖金都没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这才刚刚开始，以后有他好受的。陈建文或许是想要拉拢我，又或许是忌惮我，他在部门周会上一反常态地对我大加表扬。顾墨同志虽然最近工作热情有所下降，但他的技术水平我们还是要肯定的。我决定要向公司给他报起本年度的优秀员工，大家鼓掌。稀稀拉拉的掌声响起，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尴尬。我放下手机，站起身来，对着陈建文微微一笑。谢谢陈总的好意，不过我现在只想当个咸鱼，享受生活。这个优秀员工的荣誉还是让给更需要他的人吧，比如禽兽副总监，我看他就很需要。禽兽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陈建文被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没有了我这根顶梁柱，技术部的运转几乎陷入了半瘫痪的状态，各种故障，投诉不断。周董也开始频繁找陈建文谈话，言语间充满了不满。而我每天喝茶、刷视频，准时上下班，过得无比惬意。直到某天下午，一辆挂着特殊牌照的黑色轿车直接开到了公司楼下。那车牌我虽然不认识，但光看那气势，就知道里面的人身份非同小可。紧接着，更夸张的一幕出现了 ：CEO、Qualto 带着运营中心、技术委员会的一众高管，几乎是小跑着从办公楼里冲出来，而各部门的窗户边，此刻也挤满了看热闹的脑袋。我的天，这是什么大人物来了？老板都亲自出来迎接。那车牌好像是省里的。车门打开，几个穿着黑色西装、神情严肃的年轻人先下了车，警惕地扫视着四周。随后，一个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的老者在众人的搀扶下缓缓地走了下来，然后被请进了公司会客室。老者是集团最重要的国资客户，核心业务系统突发故障，
数据错乱，公司所有顶级工程师被紧急召集到会议室开会，架构组的、数据库组的、运维组的，所有人都对着监控屏幕连连摇头。太棘手了，这个数据不一致的问题已经扩散到全库，根本没有快速恢复的方案。没错，而且这个系统的代码太老了，当年的开发者早就离职了，文档也缺失，谁都不敢动。这个活儿我们公司没人敢接，风险太大了，谁碰谁背锅。所有人的结论惊人的一致，建议客户重启备份，接受数据丢失。陈建文站在一旁，汗水已经湿透了衬衫。他知道这个结论周董不可能接受。什么接受数据丢失？说得轻巧。你们知道这位老先生是谁吗？他的系统数据要是丢了，我们公司的招牌还要不要了？等一下，我记得顾墨，技术部的顾墨，他的博士研究课题就是关于这个系统底层架构。对，他还在国内顶级期刊上发表过好几篇相关的论文，是这个领域的青年权威。陈建文，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就算是跪下求，也必须让顾墨接手这个故障。如果齐老的系统出了任何问题，你这个总监明天就不用干了。陈建文汗如雨下，他知道这次是真的玩脱了。这个客户的级别是他乃至整个公司都绝对得罪不起的存在。他跌跌撞撞地冲出会议室，疯了一样的跑到我的办公室，推开门，我正悠哉悠哉地收拾着东西，准备到点下班。陈建文看着这一幕，眼睛都红了。顾墨，顾工，救命啊！有个紧急故障。陈总，到点了，我下班了。顾工，顾大爷，算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了，还不行吗？这次你一定要出手啊，不然我们都完了。陈总，按时下班，不给部门添麻烦，这可是您在大会上亲自教导我们要遵守的规矩。现在你怎么能带头坏了规矩呢？陈建文还没来得及说话，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只见周董带着一众高管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看到我和陈建文僵持着，他立刻明白了情况，狠狠地瞪了陈建文一眼。小顾啊，我知道之前部门的工作让你受委屈的，我代表公司向你表示歉意。但是现在情况紧急，客户的级别非同小可，关系重大，还请你以大局为重。无论如何，先接手好吗？周董，我可以接手这个故障，但我有3个条件。第一，我要公司立刻在全公司范围内下发通报，公开批评陈建文总监在绩效分配工作中的严重不公行为，并且他必须就补贴一事，当着全部门同事的面向我顾墨公开道歉。可以，陈建文，你听到了吗？现在立刻向顾公道歉。众目睽睽下，陈建文一张老脸涨成了紫红色，当众道歉，还要全公司通报，这比杀了他还难受。他嘴唇哆嗦，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快点！顾工，对不起，之前是我错了。全场一片死寂，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得目瞪口呆。我点了点头，我接受你的道歉。第二，立刻由 HR 部和财务部牵头，成立联合调查组，重新审查技术部近3年以来所有的绩效分配方案和账目，所有不公正、不透明的地方必须全部纠正，该补给一线工程师的1分都不能少。没问题，我亲自督办。第三，这次故障处理，我需要完全的自主权，从技术方案的制定到团队成员的选择，所有的一切由我一人决定。我不希望有任何外行的行政命令来干涉我的专业判断。这个自然，你是技术负责人，作战室离你最大。那就开始吧。林墨、赵普，你们来做我的副手，跟进日志和监控。老李，你也来帮我。我转身走向作战室，被点到名字的铃木和赵普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巨大的惊喜和激动，小跑着跟上我的步伐。老李整理了一下衣裳，背着手，昂首挺胸地走进作战室。陈建文等人站在原地，脸色青白交加。他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在这个以技术为王的战场上，他连同他豢养的那群马屁精，不过是一群可悲的配角。坐在电脑前，我看着监控大屏上不断滚动的报错，脑中飞速运转，构建着整个修复方案的流程。先把核心库的写入权限封掉，所有流量切到备库，查一下6个月前的全量备份，比对数据差异。铃木坐在我的旁边，小脸上写满了紧张和激动，敲键盘的手有些微微发抖。我看了他一眼，声音放缓了一些：别紧张，跟着我的节奏来，把你平时练的都拿出来就行。铃木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坚定。禽兽和其他几个陈建文的亲信被我毫不留情地排除在团队之外，他们只能像普通员工一样站在作战室的角落里旁观，脸色一个比一个难看。突然，监控大屏上弹出了新的警报：不好了，备库的写入负载也爆了，再这样下去备库也要崩。启动限流策略，非核心业务全部降级。我的声音像一根定海神针，瞬间稳住了所有慌乱的人心。经过长达8个小时的奋战，那条致命的故障终于被我从几亿条日志里揪了出来。当我走出作战室时，已经是深夜。周董、齐老的秘书，还有一众高管都还在焦急等候着看我出来。他们立刻围了上来。怎么样，恢复了吗？故障解决了，数据全部恢复，零丢失。话音刚落，门外瞬间爆发出雷鸣般的热烈掌声。周董激动的眼眶泛红，一把抓住我的手，用力摇晃着。顾工，太好了，
你真是公司的救星，我代表公司，代表董事会感谢你。周董过奖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系统虽然恢复了，但后续还有几项工作要跟进，需要安排专人24小时监控核心数据3天，确保没有隐藏的漏洞。而这次故障的根因是那个未经审批的定时任务脚本，建议彻查相关责任人。另外，我的团队成员林默、赵普、老李今晚都出了大力气，希望公司能予以表彰。应该的，应该的，全部照办。明天我就让人力资源部拟方案。这时，齐老的秘书，一个气质干练的女子走上前来，向我微微躬身后说道：“故宫，我姓方，是齐老的秘书。齐老已经休息了，但他交代过，无论多晚，都要第一时间向他汇报结果。我现在就去向他报告这个好消息，齐老一定会非常高兴。另外，他让我转告您，他很期待能和你当面聊一聊。”方秘书客气了，麻烦您转告齐老，让他放心，系统现在很稳定。方秘书点点头，又向周董示意了一下，便带着2个随行人员匆匆离去。周董目送他离开，这才长舒一口气，转身看向我，眼神里多了几分复杂的意味。故宫，你这次立了大功，我听说之前部门里有些事让你受委屈了，你放心，这件事我会亲自过问，该处理的处理，该纠正的纠正，绝不姑息。他说这话时，目光有意无意地扫过站在走廊尽头脸色惨白的陈建文，后者像是被电击了一般，浑身一颤，却不敢上前半步。而他身边的禽兽早已不知躲到哪里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周董，现在太晚了，大家都累了，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我先回去休息。好，你赶紧回去休息。小楼，派车送故宫回家。我摆摆手，表示不用，然后转身回到了办公室。林木跟在我身后，小脸因为激动而通红。顾老师，您太厉害了！您说齐老会不会亲自来感谢您啊？还有，您看见了吗？刚才周董看您的眼神，简直像看偶像一样。还有那个方秘书，那么客气。别瞎想，回去睡觉，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做。哦，那顾老师晚安。我走出公司大楼，深夜的凉风吹在脸上，带走了一身的疲惫。这场硬仗总算是打完了，但我知道，真正的风暴可能才刚刚开始。第二天上午，我睡到9点才到公司，刚一进技术部的大门，就感觉到气氛与往日截然不同。那些曾经对我避之不及的同事，纷纷主动和我打招呼，脸上堆满了热情的笑容，就连几个陈建文的亲信也讪讪地凑过来，想套近乎。我面无表情地穿过人群，走向自己的办公室。这时，林木和赵普走了过来。顾老师，系统监控一切正常，没有任何波动，我们几个轮流盯着呢，您放心。是啊，顾老师，您昨晚太牛了，我们组的那几个兄弟都说要拜您为师呢。拜师就免了，监控要继续，一定不能松懈。另外，把昨晚的故障处理过程整理一份详细的报告发给我。正说着，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这次进来的是周董本人。他快步走过来，再次握住我的手。故宫，没打扰你吧？我来是有几个好消息要告诉你。昨晚齐老那边传回话，对你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你是真正的技术专家。公司决定给你发放特别奖金20万元，并且在全公司范围内通报表扬。关于你提的那个彻查责任人的建议，我已经责令人力资源部和内审部成立调查组，对所有项目流程、审批制度进行全面审查。谢谢周董，不过奖金和表扬都是次要的，我只希望以后类似的事情能少一些，让技术人员能把精力放在该放的地方。说得好，故宫，有你这样的员工是公司的福气。对了，方秘书上午又联系了我，说齐老想亲自见你一面，但这2天他还要处理一些其他事务，可能要等到后天或者大后天，到时候会提前通知你。好，我等通知。周董一行人离开后，办公室里重新安静下来。我坐回工位上，看着窗外明媚的阳光，心里却并不轻松。陈建文虽然这次栽了，但他背后有没有人，会不会反扑，都是未知数。而齐老要见我，也未必只是简单的感谢。这些大人物的心思深得很。下午，我正和林木一起整理报告，禽兽来办公室找到了我，他满脸堆笑，手里还提着一个精致的果篮。故宫，没打扰您吧？我是来感谢您的，昨晚多亏了您，不然我们技术部就完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别嫌弃。另外，希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忘掉以前的不愉快。秦副总监，果篮拿回去，心意我领了，我不习惯收礼。还有，你要是没事就请出去吧，我在忙。禽兽脸上的笑容僵住，尴尬地站在那儿，把果篮放在门口后，灰溜溜地走了。呸，马后炮！前几天还带头骂您呢，现在倒来献殷勤。顾老师，您别理他。这种人不用理会。隔天上午，我正在写复盘报告，桌上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接通后，对面传来一个温和而有力的声音：“小顾嘛，我是齐正明。齐老，您好。这2天一直在处理别的事，今天总算腾出空了。方秘书说你想得很周到，还专门安排了人24小时监控系统，辛苦你的团队了。”应该的，齐老，系统稳定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好，小顾，我明天下午有空，想请你到我这边来坐坐，咱们单独聊聊，不知道你有没有时间？我随时都有时间。那就这么说定了，明天我让方秘书去接你。好的，谢谢齐老。挂断电话，我望着窗外，心情有些复杂。齐老要见我，绝不会只是闲聊，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机会。齐老那边的恢复快得惊人，短短几天，业务系统就稳定运行，各项指标比故障前还要好。这天下午，我正准备下班，齐老的秘书叫住了我。故宫，齐老想请您到会客室单独聊一聊。我点了点头，走进那间安保严密的会客室。齐老正坐在沙发上喝茶，见我进来，他放下茶杯，笑着朝我招了招手。小顾，来坐。他的态度很和蔼，完全没有那种久居高位者的架子。我们聊了一些关于系统故障的话题，聊着聊着，他话锋一转：小顾了，我听说我来之前，你们部门好像出了点小状况，你这个技术大牛，差点撂挑子不干了。我不清楚这位齐老先生的底细和意图，只是含糊地说了几句。齐老听完笑了笑，那双饱经风霜的眼睛仿佛能洞穿一切。小顾，在我面前就不用说这些客套话了，你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几天也看明白了。技术顶尖，心性正直，但身上有股傲气，也有股被压抑的怨气。一个能让你这样的顶梁柱都心灰意冷，要甩手不干的部门，问题恐怕不小吧。他的一番话说得我心中巨震，这位老人太通透了。他没有再追问，而是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本红色的证件，递给了我。我疑惑地接过来，打开一看，瞳孔瞬间收缩。国资委信息中心特邀顾问，已经退休了，这次来你们这儿主要是看看老下属，顺便也受老领导所托，做一次非正式的暗访。齐老自嘲地笑了笑，我瞬间明白，一直在等待的机会来了，于是我不再有任何隐瞒。齐老，您说的对，我们部门的问题确实积压已久，已经到了不得不变的程度。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将陈建文在部门里一手遮天，外行指导内行，任人唯亲，打压技术骨干，以及最核心的绩效分配黑幕，有条理有根据地全盘托出。齐老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凝重的神色。他用力地拍了一下沙发扶手，真是触目惊心，胡闹，简直是胡闹！我真没想到，一个行业标杆企业的核心部门内部居然已经腐化到了这种程度，这是在拿客户的数据开玩笑，是在毁掉技术根基。小顾，你是个好工程师，有风骨，有技术，更有良知，你受的这些委屈不能就这么算了。这个技术团队的害群之马也绝不能再留着他继续做。你放心，这件事我管定了。第二天早上，一纸来自集团总部的黑头文件以加急的形式直接送到了周董的办公桌上。文件内容很简单，经研究决定，即日起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技术部，进行为期1个月的全面财务及人事审查。调查组的规格之高前所未有。陈建文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浑身抖得像筛糠。随后他开始疯狂地打电话联系他那些所谓的保护伞，但电话那头要么是无人接听，要么就是冰冷的我不认识你。他又开始疯狂地销毁证据，将办公室里所有可能涉及问题的文件都扔进了碎纸机。但这一切都为时已晚，调查组雷厉风行，根本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他们进驻公司的第一件事就是封存了技术部所有的绩效档案和财务账目，然后第一个约谈的人就是我。小顾，不要有压力，实话实说就好。在一个独立的会议室里，面对着几位表情严肃的调查组成员，我将我掌握的所有情况和证据毫无保留的全部提交了上去。随后部门的其他工程师、产品经理被逐一叫去谈话，那些平日里敢怒不敢言的欺压，那些被克扣的补贴，那些不公平的待遇，都成了控诉陈建文的罪证。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陈建文的头号心腹禽兽在被约谈了半个小时后，精神彻底崩溃。为了自保，他把陈建文这些年来的老底全都给掀了个底朝天。这一下，陈建文彻底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他跑到我的办公室门口，想找我求情，我连门都没让他进，直接让铃木告诉他，顾老师很忙，没空。那几天，整个技术部都笼罩在一种风声鹤唳的氛围里。陈建文每天待在他的总监办公室里如坐针毡，精神几近崩溃。调查结果比所有人预想的还要快，陈建文的罪行铁证如山。他在绩效分配中利用职权、违规操作、个人及伙同亲信侵占的部门补贴总额高达数千万。1周后，公司召开了全员大会，台上的是周董和集团派来的调查组领导。陈建文失魂落魄地坐在第一排，等待着对他的最终审判。经查，原技术部总监陈建文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涉嫌职务侵占、受贿等严重职务犯罪。经研究决定，免去其在公司的一切职务，解除劳动合同，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话音刚落，2个穿着制服的经侦人员就走了进来。陈建文浑身一软，彻底瘫在了椅子上。
另外，我宣布将废除技术部原有的不合理绩效方案，并由公司垫资重新核算技术部近3年来的所有绩效补贴，对所有一线工程师予以全额补发。话落，全场爆发出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会议结束后，我的手机收到了一条银行发来的短信，380多万。铃木在我旁边看到了那串数字，激动的一下子跳了起来。顾老师，您看，发了，都补发给您了。我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串长长的数字，脸上却没有太多表情。陈建文倒台，技术总监的位置空了出来，我以全票通过的压倒性优势，当选为技术部新一任的总监，全面主持工作。